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这个鼠标呢，使的时间长了，出现一按按键出现双击连击的现象啊。有的鼠标呢还出现按这个键子不好使。由于我们这个鼠标常用的就是这个键子，那么这个键子不常用，还有这里边也有一个键子，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它维修一下。我们把它打开，一般的螺丝都是在这个贴的下面，我们把这贴打开，后边撕开了，有两个螺丝，这边撕开了没发现有螺丝，应该就有这两个螺丝，卸下来以后前面应该是卡壳的。好，我们把后边的螺丝给它卸开，螺丝卸开以后前面真的是卡壳的，这样就给它拽下来了。里边有一个增重的铁块，按键还是很普通的。我们如果到别处去选按键，那么这个按键呢，有的特别硬，摁起来很不舒服。那么我们看，这儿有一个按键，这儿有一个按键，这儿有一个按键，这儿还有一个按键，然后我们这轮下边还有一个按键。那么我们就找不常用的按键，把这个按键给它替换掉。那么这个游戏按键，有的朋友可能在玩游戏的时候经常用到，所以说可以保留。那么这个滚轮的按键呢是不常用的。再说这个按键的故障呢是，按一下连击。那么我们把这个滚轮的按键给它调换一下就可以了。这个鼠标用了大概有2-3年了，所以说这个按键也不是经常坏的。那我们把它换过来以后又可以用几年了。好，下面我们就把这个按键给它换一下。在等待烙铁加热的时候，我们看看它的内部构造。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发光管了，这两个是彩色指示灯，这个就是主芯片。主芯片上边的型号是 A611BS， 是这个芯片，内部有感光元件，外部就这么2个电容，一个电阻，这还有一个电阻。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复位按键，应该是。那么比较简单，这是我们滚轮的那个电位器。那么下面我们就可以着手换这个按键了。这个按键也很好换，我们只需要用这种刀头的烙铁，因为刀头的烙铁它的面积比较大，一下子就加热了2个焊点这样轻松就把它拿下来了。那么我们再把这边这个常用的按键给它焊下来，用同样的方法。我们看非常的简单它只有2个引脚是常用的。那么我们把它直接换到我们刚才卸下来按键的部位这样的话在滚轮的时候，同样这个按键是可以用的，只不过它是属于在这里它就是连击，就是按一下就等于按2下有的时候还能够使用。但是如果这样的话，这个鼠标就不能用了。但是换了一下按键，那么跟新的一样，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这个同样把它这个中间的这个按键换到这个边上来就可以了。下面我们把它焊牢固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呢？焊完以后，我们可以测量一下是否灵敏，按下按键非常的灵敏就可以了。我们再看一下中间这个按键为什么不好使了。我们发现按下的时候，有的时候得等待一段时间它才能够响，这就说明这个按键有一些接触不良了。好，下面我们把它上就可以了。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